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今天来讲讲6种不能娶的克夫女面相，个性强，心机深，家中越来越穷。我们一起来看。1. 双颧高凸无肉的女人不能娶。颧骨代表着一个人的掌控欲，这种女人大多看上去较为的冷酷和凶厉，而且个性非常的强势和霸道，凡事都要占据主动，好胜心还特别的强，不会服软，也不会服输，只要是有利的事情都要去争一争。而且权力欲特别的强，非常的难相处。一般来说，很少有男人能够驾驭，除非是能力特别强，不然家庭氛围就会显得比较紧张，日子过得也不开心。2. 嘴巴大而不收的女人不能娶。嘴巴是一个人吃饭和说话的部位，代表着一个人的表达和享受。如果女人的嘴巴长得较大，且嘴唇外翻和不拢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贪图享乐，但是不喜欢付出，属于那种好吃懒做的类型，而且话还比较的多，说话也比较难听，不懂得照顾别人的面子和感受，还经常喜欢在背后挑拨是非，说别人的坏话，经常祸从口出，容易得罪人，人际关系比较的差，会影响到丈夫的交际和事业运，家中破财较多。古语中讲，女人口大吃光光，就是这个意思。3. 耳后见腮的女人不能娶。耳后见腮指的是腮骨长得较为宽大，从背后就能清晰地看到两腮部位。腮骨代表着一个人的个性强弱，如果女人的腮骨长得过宽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性格也比较的强势，而且属于那种非常刚愎自用的类型，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，凡事喜欢一意孤行。而且这种女人还非常的自私自利，为了自己的利益，做事往往不择手段，眼中只有利益，缺乏忠诚，报复心还特别的强，给这种女人交往的话，还是要小心为上。4. 鼻型尖细的女人不能娶。鼻子代表着一个人的自我和财运，也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价值观。如果女人的鼻子长得过于尖细瘦长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内心也比较的自私和刻薄，属于城府比较深的内心，特别的爱算计，而且自尊心非常的强，内心比较的敏感，听不得别人的批评和意见。不过这种女人大多个性上也比较的早熟，精通于人情世故，很多时候与周围人的关系看似都不错，其实事实上却并非如此，如果做伴侣的话，会非常的痛苦。5. 虎眼的女人不能娶。虎眼指的是眼头长得较低，眼尾向上翘起，且带钩圆状，就像狐狸的眼睛一样。眼睛最能表达一个人的神态和内心。这种眼型的女人，首先看上去媚态十足，对男性有着很强的吸引力，但是心思也非常的细腻和狡猾，喜欢玩弄心机和手段，而且嫉妒心非常强，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强，对待另一半时也比较的粘人，而且疑心较重，容易给对方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和困扰。6. 两眉间距太开的女人不能娶。眉毛之间的部位称为印堂，代表着一个人的度量和心胸。如果女人的两眉间距太开的话，间距宽于2指，这种女人大多心胸也非常的开阔，但是有点太开阔了，什么事情都可以不放在心上，做什么事情也是率性而为，缺乏独立的主张和思考，既不喜欢麻烦别人，也不喜欢被别人麻烦，而且意志力方面较为淡薄，容易禁受不住诱惑，在对待男女感情方面贞操观念淡薄，容易误入歧途，婚后也很难安分。如果与这种女人交往的话，男人一定要思考清楚才好。第2， 5种男人不守财的面相，财来财去一场空，一生奔波劳苦。1. 眉毛粗浓杂乱。眉毛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性格脾气，古人又云，性格决定命运。这种人大多性格非常的急躁，脾气非常大，性情不稳，做事容易冲动，思考力不足，做事从来不考虑别人的感受，缺乏耐心和定力，人际关系比较的糟糕，经常在不知不觉间散财较多，在事业上发展也不顺利，遇到困难时无人相帮，生活容易陷入困境。2. 鼻头大而红。鼻子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态度和品行，也称为财帛宫，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财运好坏。如果一个人的鼻头长得较大且呈赤红之色的话，这种面相的人一般性格方面也比较急躁，考虑问题比较简单，虽然财运很好，赚钱能力也比较强，但是也容易出错，花钱方面缺少规划，总是大手大脚，没有理财意识和存钱意识，守财能力比较差。3. 鼻翼丰隆但鼻孔处有痣。鼻翼部位的饱满度代表着一个人的财库大小，如果一个人的鼻翼部位长得丰隆饱满的话，代表着财库比较足，挣钱能力强，但若是鼻孔处长痣的话，就相当于财库破了一个洞，容易漏财。这种人大多贵人运比较差，每逢遇到困难，缺少助力和支持，事业发展比较艰难，想要成功和富贵需要付出比他人多出很多的努力和艰辛，即使挣到一些钱财也很难守住。4. 耳珠大，
耳孔小。耳朵在相学中主智力和福气，代表着一个人的祖业、前途和富贵运。如果一个人的耳珠生的较大但耳孔很小，或者是耳廓骨高凸外翻的话，这种人大多性格方面比较叛逆，而且智慧不高，考虑问题喜欢感情用事，缺乏理性的分析和判断，而且固执己见，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，人缘比较差，经常容易得罪人，事业和财运也不是很理想，即使有财也守不住。5. 嘴巴尖凸。嘴巴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态度、交际能力和人际关系。如果一个人的嘴巴长得尖长突出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口舌伶俐，善于狡辩，喜欢歪曲事实，在背后议论他人的是非，非常的讨厌。而且性格方面非常的要强，凡事喜欢争强好胜，得势不饶人，到处惹是生非，容易招惹小人，导致破财较多，事业难成。6. 牙齿之间的缝隙较大。牙齿是肾的花朵，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健康运和性格脾气。如果一个人的牙齿之间缝隙较大，尤其是门牙缝隙较大的话，会影响到自身的容貌，而且这种人大多脾经虚弱，身体欠佳。在交际方面，说话往往不过大脑，看似直率，但特别的容易得罪人，心里有什么一定要说出来，藏不住秘密，往往不受欢迎，异性缘也比较差，经常容易破财。第3，4种穷苦之相，能力平平，缺少贵人，一生清贫压力大。1. 额头塌陷有杂纹。额头在相学中称为官禄宫或天庭，代表着一个人的聪明智慧、先天运势和事业财运等状况。如果一个人的额头生的塌陷无视或者杂纹较多的话，这种人大多智慧不高，但是野心很大，能力平平，思考力不足，做事缺乏规划和明确的目标，喜欢蛮干，而且非常的贪心，即使付出很多辛劳，最后却难有收获，一生清贫，生活压力比较大。2. 鼻尖无肉。在相学中，鼻子主财，称为财帛宫，代表着一个人的财库大小、财路多少和财运好坏。如果一个人的鼻子长得尖细无肉的话，这种人大多非常的自我，凡事都是以自我为中心，有着很强的金钱欲望和野心，但是内心过于刻薄，待人缺乏真诚，缺少贵人和朋友的助力，凡事只有靠自己，整天为了各种事情而计较不断，烦心事非常多，一生财运不济，挣钱困难，日子过得辛苦而劳累。3. 天仓凹陷。所谓的天仓指的即是额头两侧的太阳穴附近部位，在相学中代表着祖业和储蓄能力，也称为财库。如果一个人的天仓部位长得凹陷明显的话，这种人大多从小家境贫困，祖上基业浅薄，得不到家中的帮助，凡事都要靠自己努力争取，在事业上经常容易遇到很多的麻烦和困难，事业上不得志，很难得到升迁的机会，发财的几率比较低，虽然一生辛劳，但日子过得却很苦。4. 眉毛断开。眉毛代表着一个人的性格脾气、人际关系和感情运势。如果一个人的眉毛中间出现中断的话，代表着坎坷不顺之意。这种人一般性格比较的冷淡，交际能力也比较差，不太善于处理人际关系，也不喜欢与亲朋之间产生的过程叫投胎，而胎记就是神的印记。当然，这只是传说。那么胎记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？根据现代医学解释，胎记是皮肤组织异常增生的发展，异常的形状和颜色出现在皮肤表面，主要是因为人体血清心严重缺乏铜、钙、镁等微量元素和苯丙氨酸、酪氨酸对色素合成的生化过程的影响，导致细胞色素异常增多，通过神经皮肤逐渐蔓延和斑块的形成。但边缘齐整的胎记蔓延速度较慢，最常见的胎记是在后颈和眼睑处的冠咬纹，它们是由于血管的扩张引起的，第1年内会慢慢消失，大约有 10% 的新生儿在开始的4个星期内会出现草莓胎记，一种凸起、红色、点状分布的胎记，它们通常在2年之内消失。以上我们知道了胎记产生的科学原因，但在命理学中，认为胎记的位置与颜色甚至是大小都对运势有着微妙的联系。所以说，看相中有去胎记这一项。人们认为，只要去除了不好的胎记，就能够达到转运的效果。不过，事实真的如此吗？胎记的位置与命运真的有关联吗？如果说
历史上有哪位人物因为胎记而闻名，那就是中国4大丑女之一的钟无艳了。人们一提起她，便会立刻想到她面颊之上的一块红色胎记。钟无艳的故事最早见于西汉刘向的《列女传》中的《变通传》。她是齐国无颜县人，她德才兼备，却容貌丑陋，年40未嫁。许多古书里动不动就说貌比无颜，跟貌如西子呼应。丑到何种程度？书载他额头双眼均下凹，显得暗淡发干，上下比例失调，而且骨架很大，非常的壮，像男人一样。鼻子朝天，脖子很肥粗，有喉结，额头像臼，就是中间下陷的，又没几根头发，皮肤黑得像漆。当时执政的齐宣王政治腐败，国事昏暗，而且性情暴躁，喜欢吹捧。钟离春冒死自请见齐宣王，陈述齐国危难4条，并指出如再不悬崖勒马，便会城破国亡。齐宣王大为感动，把钟离春看成是自己的一面宝镜，其建议为齐宣王所采纳，立为王后，从此国大治。可见一个人的胎记，尤其是脸部胎记，会对一个人产生很大的影响。那么各个部位的胎记都分别代表什么呢？一起来看看吧。额头胎记，额头为官禄宫，这里的胎记往往被人们称作招王伞，所以这里有胎记的人一般都能出人头地，作为一番事业或者为官为宦，呼鹤有威的。左眉骨胎记，左边眉骨代表合作与交友，这里有胎记的人重视身边的朋友友谊，不会轻易许诺什么，但是会默默保持与朋友的关系，注重人际交往，富有人情味儿。右眉骨胎记，右边眉骨代表事业方面管理能力，这里胎记的人在管理方面有一定的才能，会紧握自己手里的权势，对人对己都比较严格，责任心比较重。左颧骨胎记，左边颧骨有胎记的人与上级的关系会麻烦一些，不服输，爱顶撞领导，容易受到领导的排挤，晋升路上有小人。右颧骨胎记，右边颧骨胎记的人对下属有管理松散的趋向，疏于权力的维护，专注于自己的事情，而不理下属，并且容易破财。右脸颊胎记，右边脸颊上的胎记与家庭和积蓄有关，脸上胎记颜色越重，越是偏于家庭的氛围，往往忽略夫妻感情，对待事业更重视成绩与金钱的积蓄，做事情有始有终，对待家庭轻易不肯背叛。左脸颊胎记，左边脸颊有胎记的人一般都是热情型人，对待事业与感情往往非常专注，注重与异性感情的培养与发展，容易发生多角恋，过分看重感情，执着于事业的发展。颈后中侧胎记，颈后中侧若生有胎记，代表感情经常会遇到波折，这个地方长有胎记的人头脑单纯，不懂得圆滑处事，为人善良，在感情容易受对方欺骗而导致情迷心碎，但痛后仍未知经，依然在情场上屡次碰钉而不顺，视为不吉利的胎记。锁骨两边胎记，锁骨有胎记，这个地方太过明显，不光影响美观，还破败运势。此位置长有胎记，代表性格温纯，凡事以和为贵，就算被人陷害，都经常保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，可以说有无隔夜仇之心胸怀，但是没心没肺，往往会使其吃很多亏。锁骨与脖头之间胎记，锁骨近脖位置有胎记，寓意对朋友较大方，视钱财如粪土，在花销上没有什么节制，只图当下舒服，不顾后果，所以没有存款。
早年过得潇洒，到了晚年恐为生活奔波。胸前进心脏胎记，胸口进心脏位置有胎记，被看成是狼心狗肺。这个位置长有胎记的人，往往都代表奸巧狡猾，为人反复不定，经常以为朋友笨，见财起意，总之不怀好意。胎记的位置与命运有着紧密的关系，所以懂得相术的人，光看胎记便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。乳房与肚脐中间胎记，如果乳房与肚脐中间位有胎记，代表此人属人见人爱、花见花开一类，而极有人缘。此位置有胎记，往往比较懂得社交，为人和善，能够赢得大家的尊重和欢迎，无论到哪里都能受到别人的欢迎和尊重，尤其是异性缘特好，根本不用担心成为单身狗。肚脐中间胎记，在肚脐中间生有，从相学来说是脐内藏金，富贵征象，事事顺利，老年必定无需担忧油盐柴米。右肩胛骨最下端靠近脊椎的胎记，这个胎记的位置比较难找，是在右肩胛骨最下端靠近脊椎的位置。石虫本来是古代的巨富，而这胎记以他的名字命名，意味着有此胎记的人，无论男女都是以富得名的，动产与不动产经营都收入非常丰厚。背部正中胎记，胎记生在背部正中间，寓意一生有少贵人相助，逢凶会化吉，老年更是儿孙满堂，安享福源。背后这胎记就相当于是你的一个靠山，危难时刻总能够险渡关。尾脊椎胎记，所谓龟尾就是尾脊椎骨，胎记如果能长在那里，暗示此人才学过人，在仕途方面前程似锦，而且身体强壮，能文能武，眼光独到，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现代社会中，也可能会成为知名作者、思想家。手臂内侧胎记，手臂内侧有胎记，代表了个人的恒心及忍受压力的能力，忍耐力极大，上司委派如何艰难的工作也能咬紧牙关完成，因而获得同事们的青睐及信任，更甘于为你效力。手臂外侧胎记，生在手臂的外侧的胎记，表示个人拥有强大的交际能力，而且工作积极，能够指挥别人为你卖力，而且一生易得下属助力，即使下层对上层有所不满，经你调节后便能转危为安，因而甚得上下层的欣赏，是受欢迎的人物。大腿内侧胎记，胎记生在手上腿上很为多见，要是你有胎记生在大腿内侧，则代表此内在潜能极为厉害，工作上会有一鸣惊人的表现。不过命格颇为奔波劳碌，野心大，虽劳累辛苦，但是能够求得相应的回报。后腿胎记，后腿生胎记，代表六亲关系奇差，不重视亲情，遇事跑得很快，逃之夭夭。这一类型的人往往只顾自己享乐，很少有同情心，中年奔波，好逸恶劳，没有责任感，甚至抛夫弃子，最后晚年孤独终老。脚后跟胎记，俗话说脚下有痣有胎记不是富贵命，都是破败运，脚心生胎记为好。分寸，少些咄咄逼人，给自己积点口德，少说不该说的话，给自己留有余地。有些话只能藏在心里，有些秘密只属于自己。出言要有度，凡事三思而后行。说话要经过大脑的过滤，不要口无遮拦。说话要有选择，遇到什么样的人要有选择的说话，给自己留有余地。真正有智慧的人都是从学会说话开始的。大佬提醒大家，与人交谈时少说这3件事，以免给自己留下后患，影响自己的人生。这3件事说的越少，福气就会越来越多。一、心底的秘密。秘密是什么？有这样一个有趣的解释，秘密就像一个器官，与生俱来，但并不显形。
秘密一旦成型，就必须花费更多精力加以隐瞒，因为它与你的生命息息相关。一个人可以有很多朋友，也可以有很多的交流圈，但即使是你最亲密的朋友和家人，也应该留下一点点秘密。并不是我们待人不真诚，而是我们要适当给对方留出一些私人空间，不要让彼此太过于赤裸裸，留些隐私才能让感情地久天长。增广贤文中有言，守口如瓶，防疫如城，宁可负我，切莫负人。嘴巴要像瓶口塞紧了一般，不让言语随意出口，要像守城防敌一样，不让杂念侵扰内心。守口即守心，一群人中最安静的人往往最有实力。对他人守口如瓶是一种品德，而将自己的心事潜藏于底，不仅是尊重他人，更是尊重自己。谁都有不能说的隐私，秘密一旦传出就不是秘密了。即使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叮嘱别人不要传出去，如此一来的秘密可谓越是藏，传得越快，不久后将成为公开的秘密。不说是保护自己，是让自己不因为秘密被揭穿而失去拥有的福气。朱自清在《沉默》一文中说，你的话应该像黑夜的星星，不应该像除夕的爆竹。谁稀罕那撤销的爆竹呢？言不在多，惜言则贵。守口即守心，舌乃心之苗。当人止语时，心是宁静的，宁静的人更强大。之前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故事，网友在几年前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，他们之间几乎无话不谈，彼此所有的喜欢和不喜欢对方都知道。在一次聊天的时候，网友一时兴起，便对朋友敞开心扉，说了很多之前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人说过的事情。结果在几个月后的一天，网友和另外一个朋友聊天时，他说网友的那个朋友已经把那天网友说的所有秘密都告诉了他，并且还添油加醋地说了很多莫须有的事情。在得知这件事后，网友的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但是他没有选择去和朋友对峙，因为在他看来，一个能够轻易把别人的信任脱口说出的人，不值得自己去尽心尽力，当然也就不值得自己再在他身上浪费感情。所以朋友之间不应该透露所有的秘密和隐私，因为朋友也有自己的朋友。你所谓的郑重其事，或许只是别人嘴里茶余饭后的谈资。人世间有公事有私事，公事应该让大家知道，私事不必给别人知道。因为泄密是属于人性的弱点。如果你见人就说我有一个秘密告诉你，请你不要告诉别人，听到你秘密的人一定会跟第三者说，我有一个秘密告诉你，请你不要告诉别人。如此辗转不多时，所谓秘密已经天下皆知了。所以心事潜藏于心底，适当的保持缄默，培养守口如瓶的品质，是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的良好表现。古龙也曾有言，要知遇是沉默寡言之人，其言语便愈可贵。其人若论武功，气度亦必有摄人之处，其言之价自就更高。二、抱怨的话，每一句抱怨说出口，产生的影响都将是蝴蝶效应。也许你只觉得是一句话，但这句话将会对你未来的一举一动都产生十分负面的影响。用一个很形象的比喻，抱怨就像是一种毒药，虽然不会一次致命，但却疼痛难忍。人际关系说到底是能量的交换，而如果你是一个把别人当成情绪垃圾桶的人，那也就怨不得别人要对你避而远之了。因为任何一个人都会选择靠近那些能够带给自己正能量的人。之前听过一个企业高管讲的这样一件事，高管曾经有位这样的猪队友，他们共同负责一个新项目，从奇葩的客户、苛刻的老板到实习生晚交了1个小时报告，都能成为猪队友喋喋不休抱怨的理由。有次他们一起加班，一个关键数据无论如何都做不对，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，只能一遍遍推倒重来。本来就已经焦头烂额，猪队友还在一旁唉声叹气，老板也真是的，自己早早回家过周末，却让我们来弄这些复杂的东西。咱们拿员工的工资，却操着老板的心，你说是不是很不公平？
以前高管一直在忍耐，那天高管火了。你知不知道，总说这种丧气话特别影响别人心情。既然都已经做了，就集中精力，加快速度完成回家。要是不想做，你可以先走。猪队友竟然显得比高管还要震惊，说没想到会影响高管，自己不过就是随便抱怨2句而已。生活实苦，人都是向阳动物，没有人喜欢听负能量满满的东西。当你不停在抱怨时，你的身边就会被负能量围绕，负能量越多，你就越想抱怨。如此恶性循环，身边的人感受到了你的消极，自然会离你而去。所以别去和身边的人抱怨，他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反而他会摧毁你的意志，削减你的热情，干扰你的生活，影响你的人际关系。3. 曾经的成就，慢招损，谦受益。人天生有个弱点，就是爱炫耀，殊不知越炫耀什么就会越失去什么，越为自己带来灾祸。因为那些喜欢炫耀的人都是狂妄自大的，他们的炫耀往往会伤害到他人。如果遇上嫉妒心强的人，就会结下恶缘，为自己埋下祸根。所以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做人最忌讳的就是因为自己的那一点点成就而得意忘形，炫耀卖弄。唐代诗人张孝标曾几次参加科举，却都以失败告终。幸亏有李绅的勉励，最终进士及第。在功成名就之时，张孝标得意洋洋地写诗向李绅炫耀说，自己考中了进士，就像被镀了金身，一定要向世人宣告，让他们好好看看自己。而李绅回复他，只有假金才需要镀，若是真金，无需麻烦。李绅的言外之意是想告诉张孝标，不要因为一点成就就洋洋自得，从而得意忘形地向他人证明自己的成功。真正有实力的人，即使不宣扬，也会天下皆知。反之，再怎么吹嘘都无济于事。才高而不自诩，位高而不自傲。很多时候你的自吹自擂，在别人眼里也不过是跳梁小丑般的哗众取宠罢了。人生就是这样，自卑才炫耀，缺爱才花心。你的招摇除了证明自己没有本事之外，毫无用处。所以即便有恃才傲物的能力，也要保持不显山不露水的低调。大智若愚，实则是人生的大智慧。每个人都应该永远保持一点神秘感。在我们的一生中，最难的不是学说话，而是懂得沉默。当你不懂得闭嘴的时候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你说出去的话会变成什么样的武器，伤害了别人，也伤害了自己。所以凡事不要逞口舌之快，懂得沉默的人往往比能说会道的人更智慧。人生在世，管好自己的嘴，要明白祸从口出的道理，不要因为自己的言语给自己结下仇人。口德也是我们福气的一种，管好自己的嘴，给自己多积一点口德，才能为自己的人生多积一点福气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